红枣别煮粥了，教你一个神仙吃法，松软香甜，全家人抢着吃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红枣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，吃起来特别的甘甜，并且营养丰富，尤其是里面所含的铁元素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十分友好。同时民间也有一日三枣的说法，但对于红枣，很多人只知道用来泡水、煲粥、煲汤等等。今天来教你一个红枣的神仙吃法，全家老小都喜欢。准备半斤红枣，放进盆子里面，加盐、面粉、适量清水，水的量要把所有的红枣完全浸泡起来。接着用手把红枣搓洗干净。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这样就可以把红枣洗干净了。因为红枣表面皱皱巴巴的，有许多的褶子，这些褶子里面特别的脏，有时候摸起来还黏黏糊糊的，所以洗红枣的时候不能直接用清水，加一点盐，加一点面粉，就可以把它洗得非常干净。控水捞入另一个盆中，再换3次清水，把红枣表面的食盐残留和面粉残留冲洗干净。平时购买红枣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购买这种颗粒比较大一点的，这样后期去核更方便，捞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口锅，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接着把水烧开，水烧开后将红枣倒进去，煮上5分钟的时间。红枣用开水煮一煮会更加的柔软，同时还可以给红枣消毒杀菌。5分钟后控水将红枣捞出来，直接倒在菜板上，这样凉起来更快。放到不烫手的时候，现在用刀将红枣的果肉切下来，一边旋转红枣一边切，这样中间的核很轻松的就被取下来了，并且不容易引起浪费。红枣我们提前用水煮一煮，可以让它变得非常柔软，同时吃起来也更好吃，更容易消化。全部切好后，再将它改刀剁成碎粒，剁得稍微碎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细腻更香，收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只大一点的碗，往碗里面刻入3个鸡蛋，家里面有土鸡蛋的用土鸡蛋会更棒哦。然后加入1勺面粉、5克白糖、3克酵母粉，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里面的鸡蛋和面粉充分的混合。面粉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放，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。然后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适量的温水，水的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。水温如果太烫，容易把里面的酵母粉烫死，这样酵母粉就失去了活性。继续不停的搅拌，搅拌至里面没有任何的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像这个样子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旁醒发20分钟。我们家现在的室内温度是25度，20分钟足以将它全部醒发。揭开保鲜膜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面糊已经完全醒发起来，里面气孔非常的丰富。然后用筷子沿着回家的方向不停的搅动，把里面的气体尽量排空。接下来把刚好切好的红枣碎全部倒进来，继续用我的手将它搅拌均匀，让面粉糊和红枣碎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搅得越均匀，后期制作出来的成品就越好吃，口感也会更细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搅拌成这个鬼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一个模具，没有模具的话，准备一个盘子或者是平时吃饭的碗也可以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然后用刷子均匀的将油涂抹在整个容器的内壁。涂抹均匀后，现在将刚才调好的
红枣面糊全部倒进来，接着用筷子将表面稍微扒拉2下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平整，这样后期制作出来的成品也更漂亮哦。然后将模具端到冷水蒸锅里面，盖上锅盖，开火，用大火来蒸，蒸上半个小时。因为我家用的这个模具，它的导热性比较好，蒸起来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它的面积也比较大。如果你用家里面的盘子或者是碗来蒸，尤其是比较厚的那种碗，那么蒸的时间就要更长，同时还要保证冷水上锅蒸，这样呢蒸出来才会更加的蓬松柔软。时间到，揭开锅盖，哇，香气扑鼻而来，看起来就食欲满满了，就像蛋糕一样高高凸起。拿2张纸包住，将它取出来，倒扣在菜板上，把模具的底部去掉。底部看起来非常的细腻，而且非常有弹性哦，给它翻一个面。现在用菜刀将它一分为4，当然你也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切成小方块也可以哦。切好后就可以开吃了，拿起来看一看，哇，真的是太蓬松柔软了，比蛋糕和面包看起来还更加的蓬松柔软，闻起来香味儿也是十分的浓郁，里面满满的都是红枣，超级的香。摆入盘中，端到桌子上面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红枣这样做出来蓬松柔软又好吃，捏一捏比蛋糕还松软，最重要的是啊，里面全都是红枣，咬上一口又香又甜。因为我们的红枣是煮软了之后再加进去的，所以吃起来比较软，比较甜，比外面卖的红枣糕还要好吃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